好期待今天要开箱介绍的产品。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其实你们就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在我上次介绍键盘影片的时候，我就有说我很期待这一系列的键盘推出后，那现在我们终于拿到手了。然后台湾的版本、注音键盘的版本现在也都有了。那这边有2个不一样的尺寸。那这个呢，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就是 Logitech 罗技他们新推出的智能机械键盘。那这2个尺寸的差别，当然就是你可以看到嘛，全尺寸的他们就是有这些数字键啊什么在旁边。那这个精简尺寸的话，就是比较小，它没有那些数字键在旁边。那这个就看你自己桌面上的空间要怎么应用，或是说你习惯用什么样键盘的尺寸，你可以自己去挑选。这个颜色的设计呢，我个人觉得我蛮喜欢，因为它是这种灰色跟铁灰色。然后因为现在 Mac 其实他们新推出的像是银色啊，还有铁灰色嘛，对不对？现在新的 MacBook Air 还有推出黑色的，蛮期待看到那一款。OK， 那这个既然叫做机械式键盘呢，就代表说它这个按键的结构就是机械式的。那你可以按按看，感觉跟你一般使用的键盘差别在哪里？蛮有弹性，比较有回馈感，然后它的键程感觉起来比较长。上次换掉我旧的那款键盘的时候，其实某一些程度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很习惯说你在打字的时候有比较好的回馈感跟键程。那现在这种机械式的键盘呢，它就有提供这种回馈感，那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他们这次在台湾推出呢，就是以茶轴为主啦。那这个茶轴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在按下去的时候回馈感还是有，可是它声音部分会比较没有像其他轴这么的清脆，这么的吵。我个人觉得，其实在我们这种办公室的环境下，像你就坐我对面嘛，我觉得如果键盘声音真的太大的话，或许可能对同事会造成影响。可是如果你同时又不想去失去掉这种回馈感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折中蛮好的选择，不会有那种很刺耳的那种嘈杂声。OK， 那另外呢，他们在背后这边也有这个，如果你今天就是打字的角度需要比较倾斜的话，所以你平常摆的时候，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也可以这样摆着。那如果你想要增加它倾斜的角度，你觉得比较符合人体工学，比较好打的话，那这边就可以向上倾一点。那我个人是习惯都会去打开这个部分啊，因为比较喜欢有一个斜度。那另外呢，在背后他们有一个开关在这边，那还有他们充电啊，输入的充电的地方是 USB Type-C。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应该所有的这些行动装置啊，或是电器充电装置，应该大致上都是用 USB Type-C，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接孔啦，至少我们在充我的 Mac 的时候，就一定是用这个 Type-C 的接孔。那如果今天下班我拿走，我想要充这个键盘的时候，我就直接把一样的线插到这个上面，那我就可以确定它每一天都有电。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跟我先前另外一个键盘相比起来，就是它有键盘的背光。那这个键盘的背光，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它的背光可以有不一样的显示方式，可以是很亮的方式啊，它就是整个键盘都亮起来的方式。那或者是它们可能会有在你有按键的时候才会亮起。那或者是它会有一个那种呼吸感觉，波纹，对，它的光的显示起来不会很刺眼，那强弱也可以自己去调整。那它也会就是去侦测你的环境光啦。那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说，它其实在自动侦测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在没有使用它的时候，它过几秒就会自动关掉。那你的手只要一接近，也不用再触碰键盘或去按它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亮起。那如果你要切换它不一样的背光的模式的话，你就直接按了这个快捷键，然后就可以这样去切换它，然后非常容易在每个模式之间切换。OK， 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 Logitech 的键盘或是他们的滑鼠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蛮完整的软体资源提供。那像我先前在使用他们键盘跟滑鼠的时候，我都习惯会下载他们 Option 的软体。那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叫做 Option Plus， 是特别搭配他们新的系列的滑鼠跟键盘。它里面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进去设定的时候，那我们一般会有一些快捷键可以去改变它的功能性啊或什么。那有一些时候你在改变的时候，它是比如说整个电脑你在用什么 App 的时候，它都会整个改变。那这个软体呢，你进去在改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个别的软体，比如说我今天只有在 Final Cut Pro 里面，我可能想要改变我剪片的时候的一些快捷键，可能一些组合是它本来上面没有的，那我想把它设定在这些上面，我就可以单一针对这个软体去设定它。那同时间我要用 Photoshop 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担心说我这样设定会影响到其他软体的使用，因为你每个软体都能单独去设定。OK， 那这两款呢，它们价格分别是，如果你要全尺寸的话是4990，那如果你要精简尺寸的话是4490。OK， 那下一个产品就是要介绍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现在新推出的这个 MX Master 3S。那我先前等一下我去拿我
现在在用的滑鼠。OK， 好，那你们如果知道我先前去年有开箱过这个滑鼠，当初我买这个滑鼠，这个也是 Logitech， 那这个是一个人体工学的垂直滑鼠。那我当初去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出车祸手受伤，我的手就不能搬成一般滑鼠要使用的方式，所以我用这种垂直滑鼠。当时其实去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想买的是这个的上一代，因为其实我先前有用过他们的上一代，那我非常喜欢，就是它上面自定功能键非常多，中间这个滚轮它超厉害，就是你平常在用的时候，它是会有这种阻挡感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按中间这个键去切换的时候，它可以用成一个很滑顺的方式去改变它使用的方式，所以它使用方式算蛮广。那侧边还有一个滚轮键在这边，那另外还有2个这个功能键，你可以自己去设定。那下面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功能键。那这一款 3S 呢，跟先前那一代它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在它按键的声音变得非常的小。你听得到吗？听不到？没有声音。对，其实听不太到。对，如果你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离你手有点距离的话，基本上是听不太到，所以非常的安静。那你去年怎么没有买这个的上一代？去年因为就是手受伤啊，就是我手受伤，我只能用垂直的方式嘛。然后我记得我当初在店里面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很想买这一个，那我还试着说，我有没有办法把滑鼠板立起来，就是立侧面的方式去使用它。可是其实那还是有点不切实际啊，所以我后来还是买这个垂直滑鼠。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垂直滑鼠，用到现在也很习惯。那可是现在又有这个可以使用的话，它可以制定的这些功能键就更多。那像我们平常在剪片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更多我想用的功能，就是用他们的那个 Option Plus 把它设定在它这些功能键上面。以我而言，或是我觉得以很多不管是商务人士啊，或是像我们这种创作者而言，会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式。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白色。那我还没开箱，我想说留给你开箱，你应该会喜欢白色，对不对？还是你要现在打开看看？很漂亮哦，好漂亮哦！它是有点灰的感觉，这好处就是你可能比较不用怕它脏哦。对对对，对不对？也很好看，跟你今天衣服好搭哦。跟我今天衣服很搭。然后呢，它充电孔一样是 USB Type-C 的充电孔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相对用苹果的滑鼠来讲就方便很多，你就不用再另外找一个 Lightning 的线。另外，他们这次还有一个升级的地方，就在它的 DPI 的精准度上面，这次提升到了8000。这个在实际使用上，那或者是说你电脑萤幕现在其实解析度都越来越好。像我自己习惯用萤幕，我会把它就是解析度开到最大，使用情境上就会更好用。那这一次的售价呢是4290，个人呢是很高兴他们终于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机械式键盘。那我觉得当然不管是说在软体支援度上面啊，售后服务上还有保护上面，当然是跟这种大厂牌买起来相对比较起来会更有保障。那相对这个也是我本身就很喜欢用的品牌，所以看到他们推出这一系列产品非常高兴。那这算是最高阶的商务键盘了齁。那我觉得一般使用创作者使用，或是我觉得一般人想要使用去升级到这个部分，他们产品的耐用性也非常好。那另外呢，这一系列的滑鼠，你们如果有在研究滑鼠，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就算是滑鼠界的鼠王了啦。我其实先前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在我开始用这一系列之前，我就说滑鼠这样价格好像蛮高的。可是在你真的使用过它之后，我记得在我先前读研究所的时候，开始在学设计啊、学动画的时候，我在使用它，我就发现说真的去花这个钱，然后真的在你使用体验上啊，不管平常在操作一些软体上面更为精准、更为精细的使用情况下，其实真的会帮你长期工作使用下来省下更多时间，加上这些快捷键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它，然后自己去调整它，然后他们软体的资源也会跟着比如说现在有新推出的软体加进到里面，所以你可以去更改它的设定，可能在常年来讲资源度上面，或者在未来资源度上面就更不用去担心。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说其实花这个钱去投资这些东西不管是在你自己工作上或你本身使用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的投资。OK， 那我们今天这个 Logitech 系列的新产品就介绍到这边。那你们如果关于这些产品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要知道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如果想购买的话，链接我也会放在下方，那大家可以再去参考咯。好，那今天的片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